我们今天开会就是来分析一下红军这支部队的弱点，大到武器装备的弱项、合同战术的短板，细到每一个指挥员的性格特点、习惯，都要分析到。蓝军的空中支援上仍然强于我方，这可是他们不得不利用的优势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布置严密的防空网，地面的突击部队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，绝不能脱离防空网贸然前进。第四，别看蓝军用的是59坦克，但是他们可是模拟的外军先进型号。导演部规定我们被击中1发就完蛋，他们是被命中2发才算损毁。所以我们各种反坦克火力一定要加强先敌开火、连续射击的能力。目前我知道的红军弱点有2个，第一个是他们的防空武器射程有限，控制的空域范围小，只要我们想办法让他们的部队脱离防空武器的掩护，就可以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。第二个是他们的副团长常胜，就是这个人。这人我认识，有点恃才傲物，喜欢自行其是，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性格弱点。常副团长，你那个针对蓝军坦克的新战术进展如何？4个字儿，效果非凡。加强给咱们的坦克营都已经掌握了。现在甭管蓝军模拟什么先进的坦克，遇到咱们那就是如水点豆腐。坦克对坦克，咱们绝对能干翻他们。你确定？绝对确定不能骄傲报告，前锋1号灵猫小组报告，红军部队已开进到1号地域，共有6个纵队，纵队间有防空火力伴随掩护，车辆上都有单兵防空导弹手警戒，他们没有走草原路。这个陈建锋果然出手不凡，他避开既有道路，我们预设的火力袭击点就失效了。老冯，还要不要发动一次空中打击？算了。防空火力都布置好了，我们出动航空兵力量支援得不偿失啊！陈建锋是有备而来，等天黑，先给他上第1道菜。一班长，到，你留下继续观察，前方接近敌方防区了，你们要小心。我回去汇报。是。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收到灵豹3组和灵豹4组传来的文字信息，对方的3个侦察兵已经回去报告平安无事了，剩下的3个被我军俘获。命令部队按计划出击。口令：营火，人员通过，投降。侯一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不是立即出发？王子欣留下。王子欣驾驶技术好，又会维修。服从命令。是。是。来，你们几个围过来。这个地方，这是蓝军的陆航基地，你们一定要找准位置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头脑要清醒。这样，带上你们的火箭筒、自动榴弹发射器，骑上那几辆民用的摩托，
想办法绕到蓝军的后方，找到基地就下手。明天下午3点以前干掉他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出发。是。红军弟兄们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吧！团长，是不是蓝军主动出击了？以前他们也这么干过。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吧！老申，蓝军出击不会喊话通知我们，炮火就过来了。我们的侦察兵没有说蓝军的装甲群过来，想用轻步兵跟我决战。红军弟兄们，冯军呀，没那么愚蠢，赶快投降吧！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张参谋，到，你去测一下风向风速。是。这个方军，在咱们周围藏了多少地老鼠，清也清不干净。我只要一派部队出去，他们就躲起来。都是多少年修筑的地窝子了，没法整啊！部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报告虎一，风向南风，风速每秒2到3米。太好了，胡三，按原计划放火。胡一，还真少啊！不是，别再惹上大麻烦啊！防火带我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，不会烧到牧民的牧场，而且这个风速非常合适，也不会让那些地鼠跑不掉。4小时以后，前方的道路一定是干干净净。通知部队，2小时以后出发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演习就是打仗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一人承担。这不是谁担责任的事儿。行，我服从命令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吧！通知大家，抓紧时间休息一下，1个半小时以后叫醒我。报告旅长，自行火炮分队已经就位，诸员标定完毕，工兵分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开始作业。通知工兵作业位置灵猫小组，一发现红军，立刻指示目标，引导火力覆盖。观察到火力摧毁红军的防空兵器后，引导陆航再发起一轮打击。是。对不起了，陈建锋，就这一招，让你彻底丧失进攻能力。什么情况？我挺想知道。在前面。在上面。你们来侦察的时候有这道壕沟吗？报告，没有，我留下的3个人也都失去联系。蓝军的工程机械真是厉害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挖了这么长一条大沟。不好，可能有火力袭击，马上命令部队疏散隐蔽，走，立刻离开这儿。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！虎一命令部队立即疏散隐蔽，防止敌人炮击。完毕。虎一，
你怎么就能判断蓝军要对我们火力袭击啊？就凭这一道沟？报告虎一，我们监听到了蓝军的明语通话，他们在前方布置的火力打击部队遇到了野火，紧急撤退了。可靠吗？蓝军为了保密，都是用加密的文字传输机进行联系。野火烧过去之后，他们就急了，直接采用了明语通话。我们能听出来，他们十分慌乱。命令防空分队注意警戒，让工兵带机械上来清除障碍。李参谋到，你派人到前面侦察一下。是。这道壕沟啊，一定是他趁我们的侦察兵回来报告的时候悄悄挖的。费这么大周折，就为了让我们在这边停滞1、2个小时，没什么战术意义啊。如果说为了空袭，但他们忌惮我们的防空武器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一定是在前面布置了火力打击分队，趁我们停滞在壕沟前，给我们一个致命的打击。看来你这把火没白烧啊！行啊，我的团长。我决定，参谋长，到，你带领坦克团1营和修理连组成的甲3营，布置在我方的右翼杨洞。是。调动冯俊的机动部队到我方的右翼，侦3营以后勤保障分队的名义部署在中央偏左的位置。摩步1营、2营，加上团炮兵营、师炮团2营，以强大的火力正面进攻，压缩蓝军的防御空间。等我方的渗透小分队摧毁蓝军陆航机场后，右翼的坦克营发起进攻，缠住蓝方的机动部队，强化蓝军对我方将在右翼突破的认识。等他的防线上出现了防御薄弱环节时，隐蔽待机的侦3营立即发起进攻，实施突破，对他的一线部队实施围歼，而后向蓝军纵深发展，协助坦克团1营围歼蓝军的机动装甲部队，最后占领目标阵地255高地。胡一，我的任务是什么呀？你的任务就是协助我在团指挥1营、2营的进攻，以及3营的突破。哎，胡一，我觉得你这样安排不合理啊！参谋长应该留到团指协助你指挥啊，这右翼的位置应该是副团长的呀。再说了，我就是从坦克团1营营长的位置上调过来做副团长的，我的老部队我熟悉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磨叽了，要不然你就来个名正言顺，让参谋长当副团长，我当参谋长，留下来协助你指挥，行吗？那行，你去右翼，参谋长留下，但是必须注意2点：第一，一定要等团指确认敌方的陆航基地被干掉之后再发起进攻；第二，发起进攻之后，主要的目的是缠住对方，等其他方向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，再发起最后的总攻。知道了，我的虎一首长。旅长，各战场感知系统的综合分析结果出来了。红军把坦克营和3营摆在了右翼，一直没有动作。其1营、2营在2个炮兵营的火力支援下，正在向我一线部队发起猛烈攻击。红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明显是在右翼。那个常胜在哪个位置上？目前的分析，他是在右翼指挥。坦克团1营是他的老部队，3营也是他抓训练的重点单位。这个安排合情合理。我们的机会来了，让我们的机动装甲群对他的右翼发动进攻。这不是要顶牛吗？对呀，就是要做出一副找常胜决战的样子。等战斗进行到焦灼状态时，我们对红军的通讯实施干扰，利用短暂的干扰间歇，冒充红军团指，给常胜下个命令，就说红军在中央战线突破了蓝军的防御，让常胜全力进攻，阻止蓝军的装甲群回援，然后我们再让装甲群回撤，引诱常胜脱离防空网追击，用陆海歼灭他。太棒了，我同意这个计划。以常胜的那个性格，谁也拦不住他常胜追击。打掉他的坦克营和3营，我们就取得了战场主动。装甲群返回头来一个左勾拳，从他们右翼包抄过去，取得彻底胜利。执行吧。是。
我方右翼呼叫。喂，胡三，什么情况？敌方的坦克倾巢出动，向我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。我终于等到跟他们坦克对战的机会了。你的任务就是顶住，千万不要。喂，再呼叫右翼。是。虎牙，虎牙，我是二虎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虎牙，虎牙，我是二虎，听到请回答。虎牙，虎牙。报告，我方无线通信受到强力干扰，通信中断。改变频道，继续呼叫。是。虎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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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二虎，听到请回答。虎牙。报告，所有频道都被干扰，蓝军的干扰设备功率太强，我们无法压制。快，派摩托通信员给他们送信，告诉他们一定要坚守，千万不要出击。是。旅长，长胜出击了。好，命令电子战部队执行诱骗计划，通知沈副参谋长带领陆航随时准备出击。是。胡三，我们有最新战术，干掉了蓝军3辆坦克。打得好！蓝军的先进坦克也不过如此嘛。我们的损失呢？3辆，3比3，咱们划算。我觉得不划算。你们还要打得再巧妙一点。记住，一定要及时的放烟雾，避免被击毁。胡三，我们发现蓝军正在后撤。打了3辆就后撤了，看清楚了吗？我看清楚了，他们正在后撤，马上就要脱离接触了。胡三，团指接通了，切过来。不好，有中断了！我断断续续听到团指说，我们正面突破了蓝军防线，让我们配合进攻。虎一，虎一，我是虎三，我是虎三，收到，请回答。虎一，虎一，我是虎三。对，我就说呀，我们3辆蓝军就撤退，235分，摩托部队也应该得手。营长，追击讨敌。是。胡一，要不要我们通过接力战呼叫渗透小队？不，这个频道啊，轻易不要用，一旦用起来，有可能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韩哥，你的女儿给你请假了，老爸，赶紧给我抓回来嘛，我急着呢。你放心，现在给你抓回来。哎呦，你咋又跑了？咋办呢？这些疯牛，就该饿死、渴死，看他还咋跑。韩哥，你放心。草料跟水，我给你挂报。蓝军的陆航已经出动了，常副团长凶多吉少。我已经命令渗透分队打掉蓝军陆航基地的油料和弹药库。我决定不跟着冯俊的节奏走，命令3营从左翼发起进攻，也给蓝军来一个左勾拳，跟他来个对攻。参谋长，到。我给你一个火箭炮连和王子欣的无人机小组，利用无人机的远程定位，找一个有利地形，挡住蓝军装甲群的进攻，保证我方右翼的安全。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旅长，
陆航虽然歼灭了红军右翼装甲军全部有生力量，但陆航基地的油料和弹药库都被红军化妆成牧民的小分队摧毁了。陆航已经没有能力支援前方战场。还有，我们原来的判断有误，陈建锋把他的主力3营藏在了他的左翼，现在正在向我们的右翼发起猛烈攻击，突破了我们的一线防御，正在向我们的纵深发展。我们的正面部队面临着被前后夹击的危险。我们装甲军的走沟圈进展怎么样？进展顺利，我们应该能抢在陈建锋之前包抄到红军后方，打垮他们。现在就看谁快了。他们摩步营没法和我们装甲群的进攻速度相比。51正北方向500米，2辆坦克正在集结。52正西方向800米，3辆装甲运输车，2辆594式坦克正在向东行驶。旅长，我方左翼装甲群突然受到红军准确炮火拦阻，5辆被判定损毁。为避免损失，我已命令装甲群后撤至安全地带。是否重新组织后再次发起进攻？我命令部队交替掩护撤退，在这一线重新构筑新的防线。旅长，255高地也要放弃吗？放弃。那我们不是等于认输了吗？如果从演习的胜负出发，我们完全可以顽抗到底，去争取一个鱼死网破的平局。但实战不是这样的，只要有生力量还在，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。执行吧。是。红军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，他们突破了蓝军的防线，打掉了蓝军的陆航基地，占领了目标高地255。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否定红军的胜利。蓝军虽然是主动撤退，也是为了避免被全歼的命运，应该士气败退。我有不同意见。导演部给红军下达的作战指令是突破蓝军防线，歼灭其有生力量，占领255主阵地。红军在歼灭蓝军有生力量这一点上没有做到。照你的说法，蓝军演习一开始就跑掉，红军就无法胜利了吗？蓝军是有序撤退，并不是跑掉，并且在后方建立了新的防线。他们迅速向陆航部队补充了油料和弹药，装甲群也做好了出击的准备。要不是导演组宣布演习结束，蓝军有可能成功反击，夺回255高地。既然导演部已经宣布了演习结束，我们也只能以这个时间点来判定胜负，否则我们的演习也就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了。我不能同意。我们演习就是为了提高实战能力，判断胜负也应该从实战能力出发。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了，让总导演来做决定吧。我服从总导演。我同意。张副司令，您来定夺吧。我想听听红蓝双方2位主官的意见。陈建锋，到。你先说。是。我同意判红方败。第一，导演部规定的3项任务中，歼灭蓝军的有生力量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但是我们没有完成。第二，在作战中，我犯下了严重的指挥错误，导致了坦克团的1营、3营全军覆没，战损大于蓝军。
第三，我认真研究了蓝军制定的新的防线，十分合理，而且对255高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。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，蓝军很有可能夺回255高地。我们天天讲实战化训练，但要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，就需要一场大开大合的彻底改革。这次演习从实战的角度去分析，红方并没有取得完胜。如果判红方赢的话，对一切为了打仗、打胜仗的军队来讲，没什么好处。我的话完了。那打破蓝军长胜纪录，这是多大的荣誉，在全军的影响力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说啊！知道，知道，你还把胜利往外推，你要推给谁呀？推给蓝军吗？你是嫌蓝军的胜利不够多吗？我不是不赞成实战化，要盯着问题找差距，事后回来啊，你复盘呀、讲评啊，尽可能的挑毛病，我都赞成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在导演部的裁判会上讲这么一番话呢？本来导演部要把胜利给我们的，就因为你讲了这番话，全变了。是张副司令表扬了你，说你不要荣誉，要战力。二师党委本来建议你打赢了蓝军，就把你调入实际关工作，这下好了，全黄了。你真是给我争气呀你！我说你，军委啊，现在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，估计啊，还会有不少干部离开部队，也会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会被取消。本来你是咱们重点培养对象，年轻干部，可是你总在团级上耗着，我替你担心。我相信，随着我们部队风气的改善，对你这样的军人，一心想强军、想打胜仗，会越来越有利。可是，现实呢？现实是无情的。我真担心有一天，我要给你压担子，可是却不知道上哪儿找你呀。好了，好好干。我们就是一个心思，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拉出去，我们就能打胜仗。是。北漠山演习的失利，让陈建锋刻骨铭心地体会到，这支军队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，不改革是打不了仗、打不了胜仗的。就在这时，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、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拉开大幕。这场史无前例的军队改革，推进力度之大，触及利益之深，影响范围之广，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，在猛虎团激起了巨大波澜。军改期间呢，所有的干部调整都停了。团长、政委，您二位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。2年了，你们把猛虎团重新带回巅峰，功不可没呀。哎，我听说要不是军改，二位的失职任命可就下来了。军改的力度这么大，体制编制的变化是空前的，部队调整部署也是改革所需。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看看军改的伟大意义，少从个人的角度去解读。王政委，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。军改的意义越伟大，我就越要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这么伟大的军改，谁不想参与其中啊？但问题是你能吗？裁军30万，主要是干部。陈团长，我知道你对合成旅的编制
一直是推崇备至，能够当上陆军合成旅的旅长，是您目前的巅峰目标了吧？但是啊，师团撤销改旅，空出来的副师职还安排不过来呢，你就能确定能让你当这个合成旅旅长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团长着什么急啊？团长家的那位，说不定早就给团长安排好了。大家接着说，别把目标放在我这儿。我会跟大家交流我的看法的。团长政委，那我们团调整移防的事怎么办？这军长要去陆军任职，他能把自己的心头肉割给其他部队啊？哎，团长，你跟军长认识，说得上话，您帮着打听打听。咱们军在这里布防了40年了，绝大多数干部家属都在当地，有的是4世同堂，还有3代人都在军里当过兵的。这要是移防搬迁，那可真是件大事。你们也甭费那个劲了啊！陈团长会去说这个事儿吗？说的好听点儿，陈团长是洁身自好；说的不好听，常胜，你这个人，你为什么总是呛着说话呀？就不能好好的发表意见？我再提醒一下在座的每一位同志啊，我们学习古田全军政工会精神的时候，都表过态，要无条件的坚决听从党指挥。怎么真正考验来临的时候，考虑的都是自己啊？政治意识、纪律意识都哪去了？这不过就是个移防，要是明天去上战场，都得先把老人、孩子、家属安排好了才能上吗？好，我说2句啊。我个人认为，从我军建立初期到现在，党对我军的要求有2个主要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使这支军队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。第2个方面就是强军，永不停顿地加强这支军队的建设发展，使这支军队在敌人面前始终保持强大的震慑和战而胜之的能力。我们的前辈在这2个方面都做得很好。大家觉得现在做的跟前辈比起来，我们做的怎么样？上次北漠山与蓝军的交手让我们彻底警醒，我们现在还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每当想起这些，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不够。同志们，改革开放将近40年了，我军的能力与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。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世界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，各国都在抢占军事制高点。我们这支军队改革转型的紧迫性前所未有。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，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。我由衷的为能够参与，哪怕只是目睹这一伟大历程而感到兴奋与荣耀。常副团长，我们不是经常在一起研究外军的重型合成旅吗？我们经常幻想着，有朝一日，我们也能指挥一支属于自己的重型合成旅，让敌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灰飞烟灭。现在，这个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，你却打起退堂鼓了。我打退堂鼓，要不是因为级别限制，我都想争取当个合成旅旅长。我在这儿发几句牢骚，不就是觉得自己没这个机会了？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。我的态度就是，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。我就是要当上新编制的合成旅的旅长。接下来，组建合成旅和移防行动都将压茬推进，紧前展开。
我就是要带领全猛虎团，在严格的完成训练大纲的基础上，做好超前准备。等有一天，机会真的在眼前，我就是要告诉上级，我陈建锋，我就是合成旅旅长的最佳人选。猛虎团就是改编成猛虎旅的最佳部队。如果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啊，来吧，我们可以跟任何人、任何部队进行比拼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当仁不让，舍我其谁。同志们，就算把我们调到任何地方，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？愿意。全体起立！立正！稍息，同志们，现在我传达上级的命令，命令我们团3天后出发，移防大西北灵泉，进驻原边防2团营房。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机会，经我团建议，上级批准，将此次移防设定为带敌情背景的跨越3000公里远程兵力投送。中间，我们将经历铁路输送、摩托化行军、徒步100公里的戈壁沙漠，中间还设置了实战化的演习科目。团里的投送计划，今天下午4点下发到各营级单位，各单位根据团里的计划做出相应的实施方案，明天中午12点前交到团司令部。各位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，确保这次投送计划顺利完成，是否明白？明白。下面我提几点要求：第一，此次行动严格保密，不许向无关人员泄露任何消息，包括家属在内。第二，严谨扰民，部队出发的时间确定为3天后，即21日0时，全团争取在半小时之内全部通过市区。第三，家属在驻地的，20号晚上晚饭以后19点到21点可以回家看一下，21点之前必须归队。最后一条，我知道家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敏感，甚至有些家属消息是格外的灵通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要劝阻家属来送行，不要把我们的出征搞得哭哭啼啼，像生死离别的场面。是否明白？明白。方杰，你怎么来了？首长不接见，我只能觐见了。婷婷，这不是忙吗？哎，你看，这么多事儿呢。不过部队有要求啊，今天晚上晚饭后7点到9点是可以回家看看的。我谅你也不敢不辞而别。就是嘛，怎么可能？你打算把我一人留在这儿是吗？这个我也是随身带的，随身带，明白吗？哎，这时间过得真快，那会儿还是个小姑娘。你现在也还是青春靓丽啊。他们告诉我，你刚才一进营房，所到之处，所有的官兵都自动行注目礼。你就哄我吧，你呀，就是嘴甜，你还不如说走就走，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。我知道，
在部队这是秘密，可我就是知道了。你知不知道是一回事儿，我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怎么总是那么较真儿啊？你要事儿多，我就长话短说了啊。啊，我上周末跟你电话里说的事儿，你没忘吧？儿子上学的事儿，这事儿不是已经都解决了吗？少跟我装傻充愣。芳姐，我不是没有想过，我转业，跟你和儿子一家三口踏踏实实的过个舒坦的小日子。但是，我每当看到这陈军装，每当我听到起床号，每当我听到军歌，每当我想到部队，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离不开他。这身军装就像血液一样，融在我的身体里。我说的可能有点自私，但真的是这样。除非是部队真的不需要我了。这封信给烟火中写故事的人，写如何拥护着平凡的生活，写你追过的星辰，回来谁在等，写同路，写晨昏，你和你的城，写你在迷雾渡口旁为爱张着灯，风和雨也未曾打败过你的真。写朴素的灵魂，赤脚狂奔过的青春，写父亲的眼神，归乡的票根，写大叔的年轮，来自没曙光的馈赠，写故事有多美，走过借我们。写明月照山河，知我来路边东去望，去更远的地方，出更高的浪，写十年，写朝夕，离我比肩在路上，写故事多辉煌，以萤火的光。